说起路来一条一条，还会有点神经质，偷偷微笑。喜欢爱上坐云霄飞驰，世界颠倒尖叫，却忘不了。也许爱情就美在它短暂的燃烧，何必刻意顺着天荒地老不重要，用感觉去体会这旅程每个心跳，起起伏伏深渊轨道。留下非常的爱，告诉我，享受过程不怕失败，紧紧把握现在，别专注在爱，没事停下来，留下非常的爱，自己控制，怎保留适度的精彩，紧紧把握现在，别专注在爱，没事停下来。你每天在高空上工作，不怕的吗？都麻木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都看街呢，我脚都软了。胆小鬼！知道你厉害啦。哎，你工作那么危险，你公司应该有帮你下重本，帮你买很多保险吧？嗯。那你生意人是谁啊？反正不是你。那一定是妈喽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关心你妈。无聊。你昨晚没回家，去了哪里啊？你也摆出那张死人脸的。我是有事找你商量。什么事？我再也住不下去了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一起合租一间3房式主屋。我已经想过了，我们搬出去只会让他们得逞。我昨晚想了一个晚上，我决定留下来不搬。可是你每天要面对那个臭女人，你受得了吗？要是她敢惹我，我先叫人轮奸她，再把她砍成10段8段。你说真的？弟弟什么都没有，我的只是朋友。你不要乱来啊，犯法的。说说罢了啦。开玩笑就好，你可别来真的。你想想看，要是我们搬出去，岂不是便宜他们吗？这个房子也有份工的，我们为什么那么笨，白白的把房子送给他们呢？说的也是，反正我们平时都很少待在家里，顶多是回家睡觉而已。哇，一天没见你，你好像变成熟了。哼，是你长不大。真的决定留下来，跟他们斗到底。好，我们姐弟同心，把那贱女人赶出去。耶，走吧。哦，阿豪啊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搬去你姐的房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他们睡。妈，那你睡哪里啊？我睡你的房哦。为什么又是我？好的东西总没找我，坏的东西就找我。怎么，跟我一起睡很委屈你啊？妈，你何苦这样委屈自己，让那臭女人爬到你头上去？你呀，说话总是这么难听。她向你下了什么降头啊，妈？你处处维护着她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宏伟，哎，你肚子饿了，大妈去做饭给你吃啊。哎，大姐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在房里都听到了，为难你了。哦，没事，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嘛。我看等阿强回来，我们就搬出去住好了。就算我们睡在街边，我也不要让你为难。哎呀，你不要意气用事啊！孩子这么小，还要上课的，让他睡街边，你要为他着想。妈，她这种下三流的演技我看多了，她想博取同情，你别上当。你呀，安静啊！我为什么不能说话？这间房子我也有份出钱的，我要把他们赶出去都可以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是女儿，早晚要嫁出去的，别说那么多。女儿就不是你孩子吗？女儿就不是你生的吗？女儿就不能说话？你少说一句会死啊！我死不了，我要活着，我要活着看老天爷怎么收拾这些坏人。妈，不是我要说你啊，小心好心没好报，你这样处处让步，迟早这个家会被人家吃掉。那睡在街边的人是你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怎么当妈的？宁愿听臭女人的话，也不听我们的话。好。
大姐，真的是谢谢你了。你看，你不止收留我们，而且还处处维护我们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别傻了，我说了嘛，大家都是一家人了。宏伟，你肚子饿了，大妈去做饭给你吃哈。快跟大妈说谢谢。谢谢大妈。还是宏伟乖，不会惹大妈生气啊。Excuse me, whiskey. 这个品种看起来不错哦。Excuse me， 现在应该是轮到我打。难道你的名字也叫 Garrett？ 我叫 Sam， 可能是刚刚被哪一个人不小心擦掉吧。I'm sorry， 我就知道要排队。你的意思是说我插队？哎，插队的人是你，是我先来的，应该是我先打。都说是我先来了，你听不懂华语吗？哎，你到底是不是 gentleman？ 你看了也不是淑女。你算什么？欺负我是女人吗？你不说话我就怕你，我最讨厌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臭男人了。我今天是倒了什么霉？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？搞什么嘛？走开！对，有事。你们到底还要不要玩？你要吵架就去外面，你不玩，别人还要玩。看什么看？我也不打。哎，在这里等我啊！你一定又是没什么好事情啊！哎呦，你看你这副死相，一定是失恋，所以才来找我倾诉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，失什么鬼恋啊？那你这么晚来找我，难道是想我啊？少臭美呀！我就快发疯啦 Come on， 来吧，打我吧，我让你发泄。好啊！哎呀，打不到，哈哈！来，再来打我啦！打我啊，打这边，打这边也可以。来吧，打吧，来。怎么啦你？我现在啊，满肚子都是怨气，再不找人倾诉，我真的快疯掉了！啊！既然你在家里住得那么不开心，可以考虑搬出来住啊。我看要是我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，饿死都没有人知道。大不了我做你的保姆啦，每天啊帮你洗衣服、煮饭啊、冲凉、抹地，今天晚上出来聊天散步。你这么好，没办法啦，我已经送上门了，是你自己不要娶我的，我只好卖身给你啦。算了，反正我也经常不在家，就当他们是透明物体好了。其实我想到一个办法，让你不用每天看到他的。你少逗我开心啊！我没有骗你的，为了可以让你天天开心，不必看到你不想看到的人，我已经慎重的考虑过了，那就是你嫁给我好了。你今天是怎么搞的？发什么神经？老是说这些，你不累的吗？我是认真的。那你就站在这里等到天亮吧。只要你愿意，我是会等的。好啊，那你就继续站在这里慢慢做梦吧。我不奉陪了，先走了，拜。怎么不等啦？说不定等久一点会有奇迹哦。我才没有那么笨呢。就知道你不是认真的。
开门我就猜到大概是你回来了，怎么回来也不通知妈一声呢？给你意外的惊喜不好吗？那送给你的这什么啊？是日本最流行的服装。哎呦，总算我没有白疼你，还是你对妈最有心，好漂亮！哇，我女儿好像越来越漂亮了。日本的整容技术真是一流啊！下次妈咪也跟你到日本去做整容，我要去做拉皮，这样子啊就没有人相信我是你妈。我这次根本没有去整容，那你大老远跑到日本去做什么？原本我是打算整容的，不过后来我想通了，你说的对，就算我再怎么整，也没有办法整掉我内心的创伤，所以我打算重新面对未来。我的乖女儿会这么想，我就开心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，还待在日本做什么？度假休息呀。后来我去剪了这个头发，换个发型也是一种情绪的治疗啊。单单这个头发就花了我新币500块。哇，好贵啊！怎么会贵啊？你输一次麻将，买一双鞋子都不止这个数目了。那怎么一样啊？钱又不能带进棺材，现在不用什么时候用啊？哎，那这么说来，你这次并不是为了怕那个瑞认出你而再去日本做整容，难道你是为了逃避那个 Jonathan？ 哎呀，其实你不挑那个 Jonathan 也好，他那么年轻，我也不觉得他适合你。虽然妈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妈，哎，最重要是你想通了。反正啊，男人这么多，追你的男人也很多。哎呀，大不了再挑一个。那你又错了，我已经有决定。啊？你已经决定要嫁给他了？我看你真的要死了这条心。我已经打算不再为爱情自寻烦恼，还是单身好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想通了呢。哎，对了，那天你到机场，Jonathan有没有到机场找你啊？那天你出门之前，他打电话来，他说他立刻要到机场跟你见面的。难道他没有赶到机场吗？那他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啊？奇怪，会不会出事了？我很累了，我先回房休息。Hello，Leo， 你回来啦？你在工作吗？对啊，我才没你那么好命，可以放那么多天的假，可以到处旅行。有没有带手信给我啊？日本餐适不适合啊？照杀！怎样？日本好玩吗？有没有艳遇啊？就算有的话，也不稀奇啊。下次我也要一个人去旅行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刚进家门口。哇，真够朋友，一回家就打电话给我，想念我啊？还是想念我哥多一点啊？他还好吗？好个屁！他现在可惨了。他真的出事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，一定是还没忘情，是不是回心转意了呢？我猜中了吧？可惜你现在想看见他，都见不到了。他怎么了？走了。去哪里？他已经去苏格兰受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。都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，已经去了那么多天，一通电话都没打回家。Hello， 我又在听。不如今晚大家去 pub 聚一聚好吗？好啊。答应的那么快，寂寞了很久啊。何止寂寞，我可伤心呢。哎，总而言之，今天晚上我们3个失忆人一定要不醉不归。Chris 跟 Valentino 一言难尽，今晚还是由 Chris 自己跟你说吧。我还要去送货，你约 Chris 吧。拜拜。再见。总经理，我们上个月推出的奶粉赠品还有很多存货，那仓库已经满了，这应该怎么处理呢？这种小事需要向我报告吗？可是代理商还会陆陆续续的把货送回来啊。这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。你知道公司1分钟付我多少钱吗？连这么基本简单的事情都不能做主，去找 Nelson 处理。哦。Chris， 今天2点半有内部会议
4点 JBS 集团总经理会来我们公司开会。内部会议叫Nelson主持好了，我要准备跟 JBS 集团的合作计划。好的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早上有一通奇怪的电话，对方打来说要找我们公司最高负责人，我问他找谁，他不肯说，而且语气也很没有礼貌。不过听他的语气，应该不认识你。后来我把电话传给Nelson听了。做得好，以后这些无聊的电话请转给Nelson，反正正经事要做不了，就让他做一些无聊的事。好的，我先出去了。Hello， 我警告你，你再打电话来骚扰我，我就报警抓你。喂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今天有人打电话来向我们勒索50万，要不然就在我们的牛奶粉里面下毒，这已经是第2通电话了。啊，居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啊！Christina 知道吗？我看这是恶作剧的电话，不用太在意。他最近整天发脾气，越来越变态了。哎，在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真假之前，我劝你千万不要告诉他。免得又自讨没趣。其实，我倒希望这件事情是真的。什么事？勒索的事。我不明白。那你想不想坐上我这个位置，尔虞不受那女人的气呢？那当然啦。那你就别把今天电话勒索的事情泄露出去。迟些时候你自然会明白的。Hello， 不好意思啊，公司有点事，误了时间。是不是去日本整容？别动！喂，干嘛这样看着我啊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在勾引我。看来看去都看不出来，你除了剪短头发以外，到底还整了哪里？我是很想去整容，只可惜我没有这个心情。为了 Jonathan， 很久没有聚会了，来，大家先干杯吧。我们3个都好像没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。你呢？刚跟我狗分手。你呢？情人又无故失踪了。而我呢？家里却是一团糟。走了一个人，却搬进来了2个不受欢迎的人。什么不受欢迎的人？都是我爸，把外面的野花野种都带回来家里住，害得我们每个都心情不好。Chris， 你跟 Valentino 怎么了？都是我自己无知。都几10岁的人了，好像小女孩这样执迷不悟，以为是在寻找爱情，其实是被爱情冲昏了头，被骗了都还不知道。你被骗了什么？骗钱还是骗色？怎么回事啊？他跟我拿了一笔钱，说要去露营，结果钱拿了之后，就开始避开不见。现在连手提电话的号码都换了，我已经找不到他。男人就是这样无耻，女人就是这样，一谈起恋爱啊，再聪明的女人也会变傻，头脑不清醒，才会被这些衰男人有机可乘。可是啊，你别太伤心了，下次学聪明点就行了。反正爱情抱着玩玩的态度就好了，别太认真啊。人家已经够伤心了，你还在伤口撒盐。我老公好像已经知道了，可是他却没说什么。哇，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好的男人？就是因为他表现的没什么，我才更加的痛苦。我每次快要跟Valentino上床的时候，我都会很挣扎。每次到了最后一个关头，我都会临阵退缩。也幸好没跟他上床，要不然我
内疚一辈子。这种想法是错的。现在很少人会一生只忠于一个伴侣。是啊，你也别太在意了，男人都是信不过的，难保将来你老公也是会有外遇背叛你啊。他不会这么做的。你们不了解我老公，他实在是太好了，好得不像个男人，好到叫我看不起他，好到让我受不了。他为什么不追究？为什么不问我？这样不是更好吗？要是摊牌，彼此一定很尴尬的。一件事情，也许你们不知道，我先生是个全职的家庭主妇。他本来是名会计师，当他被裁队时候，原本想找份工作的，可是当时家里女佣走了，家里没人看着，我那时候又刚好升级，我让他当个住家男人，待在家里打理大小事务。他同意了。他就是这样的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不会违背我的意思。我们当时说好，女主外，男主内，而我每个月都给他一笔家用，而他每天都重复的过着洗衣、烧饭、做家务的生活，从来都没有在我面前埋怨过一句话。哇，你老公真的是太棒了！要是让我遇到这样的一个男人，我一定把他娶过门。我身体最怕做家务了。对啊，他可以称得上是21世纪的优质男人。每个人都说我嫁了一个好老公。是啊，这样好的老公哪里找？最重要的是，他可以欣赏你的成功，却又不觉得是自己失败，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。他简直就是追求解放新一代女性所梦寐以求的好男人啊！你看你口水都流出来了。Krisa， 要是他不是你老公啊，我早就倒追他了。Krisa， 你应该颁一个 ISO 9002品质保证的奖状给你老公。你是在安慰我，还是寻我开心？我是说真的，你最好把你老公好好收在家里，要是被我盯上了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这个女色狼，你干嘛那么大反应？我又不是看中你的男人。来，让我们为 Chris 拥有本世纪最优质的男人干杯！来，让我们忘掉烦恼，所有不开心的事，今晚不醉不归。Cheers！ 喂，要是我们3个都喝醉了，谁送我们回去啊？那不是更好？迷迷糊糊的被人家带走，搞不好我会有一夜情，或者让我碰上一个优质的男人啊！你呀，满脑子正经。怎么又是他啊？怎么样？那天还吵不够，还想继续吵啊？你在骂谁啊？他啦！那天我打桌球啊，明明是轮到我，他却死不相信，还赖我插队。你在指什么？还想继续吵啊？你再指下去，我要揍你啊！小姐，你朋友醉倒了。Chris， 喂，你看猜错怪好人了。要帮忙吗？不需要你多事了。哇，好酷！真希望被抱起来的人是我。来，起来了。怎么办？要抱去车上，还是 taxi？ 这样子，尽快把他们抱去我家，做的事吧。do
睡一间。不是吧？3个女的跟一个男的。哎，你们在胡说什么？喂，谁来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大概他们喝醉了，我女儿把他们带回家嘛。为什么你不要抱我？我也醉了。他就是这样的。他们随时都会吐出来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It's OK， 我先走了。那我送你吧。谢谢。我朋友说你们见过面。一想到他喝醉了，还认得我。这是我的名片。Garrett， 原来是美国杂志的特派记者。Nice meeting you。66。66，很特别的名字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六，那个男人是谁呀？你们好像刚认识啊？是啊。你怎么可以随便让陌生人到家里来呢？之前不认识，不过现在认识了，也不算是陌生。那2个喝醉的女人又是谁啊？朋友啊。如果没什么事，你们继续打麻将吧。哎，社会变了，你们也发现到，现在不少女人不再喜欢男人了，反而女人跟女人搞在一起啊。女人跟女人怎么能传宗接代？你们在胡说些什么啊？我女儿可是正常的很啊。阿梅还没有回来呀？他今晚有应酬。就算有应酬，也应该回来啦。现在都已经1点多了，他平时最迟也是12点多就回来了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他？还没有。难道你要傻傻的坐在这儿等到天亮？万一他出事了怎么办？我现在就打。Hello。啊，你要应酬完了吗？你是 Chris 的先生吗？差不多要完了。我是 Chris 的朋友66，他喝醉了，我不知道怎么送他回去，所以要把他送来我家。他现在已经睡着了。哦，这样，那我去接你好了。反正已经这么晚了，我看你还是让他留在这里睡一晚吧，你不用担心的。那好，拜拜。怎么闹得那么迟啊？都是那些台湾商家咯，他们余兴未了，硬要阿梅陪他们去唱卡拉 OK。反正现在快打烊了，我去接他好了。堂堂一个总经理，还要到卡拉 OK 去陪唱。妈，你明天做早班，还是早点睡吧。我有点头痛，睡不着。你头痛啊？我拿药给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拿。你快去吧。哦。哎，车钥匙呢？你看，我忘了。还有，别忘了拿手机啊。哦。快去啊！
生病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伤风感冒，没事。最近的天气老是下雨，很容易着凉。你昨晚又那么迟睡。吃了药就没事了。阿梅呢？他早就知道昨天晚上我应酬得很晚，所以今天就请了半天假，现在还在房里睡，叫我不要吵醒他。真是难为他了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，连应酬客人都要亲自出马。没办法，现在行情这么差，公司一大半人全靠他一个人，不辛苦怎么行啊？爸，早餐做好了吗？现在就弄。快点，我要早点去学校。小敏啊，你妈工作很辛苦，你要用功读书，不要辜负她，知道吗？哦。天哪，一定是喝醉了。哎呀！喂，您好。好久不见。阿雄啊，是我。我知道，很久没有接到你的电话，最近在忙些什么呀？妈是不是在你身边啊？是啊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现在跟朋友在一起。我知道，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是你的女朋友接的。妈没问起我。没什么啦。她知道吗？没有。我来不及回去了，我会直接去上班。那好啊，那你玩得开心一点，回来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我，好不好？再见。是谁打来的？是一个旧同事。怎么那么早打电话来？他今天出国，在机场的候机室用免费电话打给我，差不多就要起飞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呀？这里又是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Leo嘞？早，怎么样？昨晚睡得好吗？哦，这里是你的家啊。是啊，怎么你很失望？昨晚啊，我兴致勃勃的喝了那么多酒，就是希望说不定会有一夜情，结果被你搞砸了。你昨晚喝得那么醉，把你丢在那边啊，搞不好你成为今天的头条新闻。这样也不错，给我机会做新闻女郎，搞不好会被星探发掘。你就想得美啊，被人见到就有份。这个六，昨晚是你们打来啊？是啊，我看电话响很久才帮你接听的，从他的语气就知道他是一个优质男。你怎么不叫我听？我很好奇的，优质男人的声音应该是怎么样的 ？Chris， 你老公长得帅不帅？男人不可以只看外表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只相信自己的感觉，凡事就凭感觉就对了。那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肚子饿啊？我从来没在外面过夜，要是我妈知道了，肯定骂死我。干嘛那么怕你妈？这是尊敬，知道吗？大亮，我想直接去上班，不想穿同样一件衣服，可不可以借我一件衣服？衣服我是很多，最怕是不合身。你是说 Chris 的身材没有你的好，所以才穿不下，是吗？喂，你看他的衣服，这边露一点，那边露一点，哪里像普通人可以穿的？就算你是生气我昨天把你抱回来，也不是要处处跟我抬杠吧？我是在赞美你的身材我才懒得理你啊。Chris， 我帮你找衣服，你们两个先去冲凉吧。早餐是什么？2个荷包蛋，3分熟，1杯咖啡，2 teaspoons of sugar，谢谢。请自便，厨房在后面。又是你问我要吃什么的。六，你妈怎么起来那么早？昨晚不是打麻将打得很迟吗？他们两个是谁啊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的朋友。我知道，现在你们单身女人很流行跟女人交朋友吗？那当然的，女人比较了解女人。你又不是没有男人追，
总之，女人不可以跟女人在一起就是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？哎呀，我以后不让你带女人回来，省得别人说闲话。哦，亏你还笑得出来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那你到底有没有跟他们？当然没有了。一大清早你就是要问我这件事情啊？你最好别骗我，瞒着人家搞那种事情。我看你啊，还是趁早找个男人嫁了，省得我不放心啊。妈，你再唠叨的话，大不了我去变性做男人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跟女人在一起，你也不用担心我嫁不出去。嘿。被紧急送进医院急救，初步调查的结果是怀疑喝了维中公司所出产的奶粉而中毒。据家属们透露，婴儿是在喝了奶粉之后口吐白沫、呕吐不止，甚至有些婴孩还出现发高烧的症状。家长们纷纷漏夜的把婴儿送进急诊室急救。警方目前还在调查这起中毒事件的起因。Chris， 跟你一起回去公司。你们早点都还没吃啊 ？Nelson。奶粉被人下毒，匪徒打电话来跟我们勒索。凡事好商量，你们不要轻举妄动。怎么样？匪徒开口跟我们要50万，他说这次只是轻微的下毒，才不至于闹出人命。要是我们3天内不交钱的话，他就不客气了。他们的目的只是要钱，为什么在下毒之前不向我们勒索呢？我看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匪徒说还会打电话联络我们，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摆平这件事。总公司知道了吗？媒体现在已经大肆报道，我看澳洲那边很快就接到消息了。总公司那边，你马上去交代。我知道。那么勒索的事情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报警了吗？匪徒刚来过电话，还来不及报警。况且，匪徒警告过我们，要是我们报警的话，后果自负。现在媒体大众已经在关注这件事情，我看你们还是坦诚向大众交代。Jackie， 马上报警。总经理，外面有警官见你们。Hello， 我是比珍的总经理 Christina。我是 Inspector Chong， 这是我的同事 Go。Hello， 请坐。谢谢。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接到院方的报告，证实了中毒入院的婴儿是喝了你们的鲜奶而出事。根据我们的记录，4个月前，你们的公司也曾经发生过一宗鲜奶中毒事件。这次的事件跟上次的不一样，这次我们产品是被人蓄意下毒。有什么证据？我们刚刚接到匪徒的勒索电话。那之前有没有任何预兆呢？完全没有。那有没有接到什么可疑的电话或信件？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好像有一个可疑的电话，说咱们公司最高负责人，我问他找谁，他又说不出，声音很粗鲁又没有礼貌。后来我就把电话传给我们副经理听了。没错，我是接了一通电话。对方跟你说了什么？对方一开口就问我是不是公司的最高负责人，我说不是。他二话不说的就把电话挂了。我没想这么多，以为只是一般的电话而已。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收到什么可疑的电话？没有。直到我第2天早上一上班就接到匪徒的电话，匪徒一开口就跟我勒索50万，还警告过我，要是我报警的话，后果自负。我本来打算要报警的，可是你们已经来了。我们会在这里设立调查小组，以追查匪徒的下落。没问题，我也希望事情能够早点解决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。按理说，匪徒不可能先下毒勒索的。如果昨天我接听那通电话就好了，匪徒应该是找不到负责人，恼羞成怒的。那也不关你的事。现在我是怀疑 Nelson 的供词。我不相信匪徒会贸贸然来电，然后又不说出自己的目的。可是这关系到人命，隐瞒真相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我对他有偏见。我觉得他这个人不简单。我想请医院探望受害者跟家属，你帮我安排一下。没问题。不过现在当务之急，应该先设立危机小组，马上召见媒体，告知他们事情的真相，免得他们胡乱猜测，引起大众恐慌，同时对公司的声誉造成负面的影响。我也知道，可是勒索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
现在公开发言，我担心会激怒匪徒。放心吧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交给我处理，我会尽量挽回你公司的形象。照你的意思去办吧。最近不知道倒了什么霉，发生这么多倒霉的事情。哎，阿雄。早。早。哎，你没有看今天早上的新闻啊？什么事啊？哎，发生这么大新闻你都不知道啊？喏，很多婴儿喝了奶粉，结果中毒，全部送去医院呢。那奶粉是什么牌子的？哎，它的英文是什么 ？B 什么？是 BGON。John。是我先生。Hello。阿梅，我刚接到消息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我正在忙，待会打给你。这个全部给你。哎，你们搞错啊！买这么多东西都不要嘞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找总经理 Christina。你是谁？我是他先生。打电话给您的总经理，证实一下他的身份。Hello， 总经理，有一个男人来找你，他说是你的先生。我叫曾英雄。他说他的名字叫曾英雄。哦，好的。总经理叫他进去。曾先生，请跟我来。哦，谢谢你。啊，请在这里等一下，总经理会出来见你。谢谢你。阿梅，跟我到会议室。好。为什么突然接到我 office？我担心你有事嘛。会有什么事啊？没看见外面这么多警察？是啊，为什么这么多警察啊？这次的中毒事件怀疑是匪徒干的。匪徒？那你会不会有危险呢？他们只是要钱。今天早上我没有听新闻，我是到了巴沙才知道这件事。后来一时紧张，就从那边赶过来，所以来到这里才发现自己穿得很不得体。难怪那些警察先生会不相信我是你先生了，他们一定把我当匪徒看待。啊，说起来，我也蛮久没有来到这里了。以前除了跟鸟生蛋吃了几次饭之外，其他的新人我全都不认识了。说起来，我真的有点像乡巴佬。我一定是让你出丑了，对不起。放心，没事的，你先回去，下班来接我。哦，对了，你昨晚喝那么多酒，会不会头昏昏？不会。啊，你没事吧？听你的朋友说你昨晚喝得很醉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你放心好了，妈那边我已经替你隐瞒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同事都来了，可以开始开会了吗？啊，阿梅，那你开会好了，我不打扰你。六，这是我先生英雄 ，Miss 六六。啊，你是六啊？昨晚的电话是你接的，我听得出是你的声音。你好，常常听 Chris 提醒你的。是吗？那真的谢谢你，昨晚要照顾我太太。不用客气。那我晚上再来见你。再见。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的优质男人。优质男人是你说的，我可从来没有说过。我出去打点一下。我倒觉得他是个没有用的男人，他为什么不要直截了当的责问我，甚至骂我？他这个样子，只会更增加我的内疚与难过。躺在雪中的我，已经感觉不到一丝的寒冷，呼吸就像那落叶如此无助无力，等待对你的爱冷却在这片雪地，我麻痹，寒气渗透身体，撕了心